你知道当年风靡一时的古惑仔真正的结局吗？陈浩南、大飞及一众好友能否在这场终极一战中活下来呢？陈浩南已抱了必死的决心，要豁出一切，打好人生中的最后一战。一切的兄弟情，一切的爱恋，尽在不言之中。来世再报了。打仗靠的就是气势。高文彪振臂高呼，大声激励合计成员，此番定要众志成城，打出合计的威风，诛杀靓仔男。长乐、中兴两家都是众志成城，出动的人马虽不算多，却都是千挑万选的精英。连被陈浩南吞并，险些彻底灭亡的何星河，也是拿出全部力量，要展开绝地反扑。老力社团方胜满不断叮嘱手下，此战是为了毒蛇帮出力，虽是要认真对待，但千万不可抢了本地帮会的风头，要让他们觉得己方不是来争雄，而是要真心为香港江湖出一份力。方胜满果真是老谋深算，以老力如今的尴尬地位，这的确是最佳的选择。三联社的情况与老力大同小异，既然知道陈浩南必死无疑，何必再损兵折将与红星硬碰？左敦仔找来了社团第一战力查拉，命他在不折了三连威风的基础上，在盟军面前做样子即可，尽量减少伤亡。以查拉强横的实力，理应能轻松办到。最后再说东英社，戴军宝、雷霆阵亡，如今的东英五虎只剩华南虎郡城一人名存实亡。梁晓东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能打出成绩又较为稳妥的战术，将谨慎的所有兄弟团结在一起，认准红星一名主将，集中打击。下午的中环码头仍是一副热闹非凡，丝毫察觉不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世纪大战。作为一人漫步在海边，敏锐的目光扫射，不断观察四周的环境地形，他要为好友陈浩南出一份力。收到港九各大帮会联袂对付红星的消息，他主动找到了陈浩南，表示可以助拳，却出人意料地遭到了拒绝。左为明白陈浩南的苦心，他不想连累自己，这一次一定比过往任何一战都要凶险。致电丽花相助，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，连大范也是兴趣不大。阿南早已表示，这一次他要自己来，无需我们插手。作为天性侠义，对待友情向来是掏心掏肺，越是这样，越不会放任阿南为难不管，最低限度也要帮他拿下一名最强的对手。夜晚11点，码头人流渐稀，各家社团的人马三五成群陆续抵达。第一个到场的大佬乃是合计坐馆马腾，相比社团内的一周、李哥等人，他的辈分不算太高，能得到高文彪的赏识，身为龙头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。合计人马人多势众，气势磅礴，长乐一方也是不遑多让，社团四大天王全部出动，外加老江湖燕世居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中兴社人数不多，气场却是相当的威严，社团四个市长曾宝胜、王自奇、周吉，个个都给人一种相当难惹的感觉。老力此战意在融入香港，得到本地帮会的认可，自然是格外的低调内敛。三联社带队的乃是最能打的查拉，身后何小海、贝正恩、郭秀清、狮王等一众战将，另有过百名门生跟随。左敦仔衣着光鲜，显然并无亲自下场的打算。昔日全港第一社团东英社，如今已是黯然无光，但谁都能看出他们力挽狂澜的决心，不然龙头梁晓东怎会御驾亲征？梁晓东心里认定此战红星必败，这份现成的便宜，东英岂能放过？远处杀意震天，卷起阵阵尘埃，众矢之的，红星社终于到了。陈浩南一马当先，叼着一根雪茄大步走近。此时此刻的他与平素大不相同，身上那股遇神杀神的霸气，一旦招惹，必定是灰飞烟灭。身侧的大飞也罕有的散发一股恶气，与他眼神接触，不寒而栗。一脸严肃的火柴，杀意震天的小马、大发、吴常、光辉、魏华、介鹏，还有君主、陶杰、杨思乐，当然也少不了红星当打一辈、梁家人、甘尚武、伊文华、李志高四名悍将。过千人马齐结对峙，盟军一方以合计为首，马腾排众而出。陈浩南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话未讲完，一股劲风扑面而来，马腾急速躲闪，右臂还是被一柄刀鞘击中。陈浩南右手一扬，寒光乍现，刀鞘飞出的同时，扑身上前，钢刀直朝马腾头顶斩下。马腾连包裹兵器的报纸也未曾取下，极是狼狈。开战了，两方人马对冲到了一起，现场瞬间刀起刀落，杀得日月无光。兵器碰撞声，人群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这种大战能活下来的人，除了实力超凡，运气也是相当重要。马腾便是运气太差，瞬间已遍体鳞伤，只因他碰到的是如神一般的陈浩南。眼见龙头就要命丧刀下，合计两名大帝舍命赶来救援，将他护在身后。差一步，合计龙头就成为了这场大战第一个倒下之人。陈浩南双眸如电，透着阵阵的寒气，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此刻为何会这般厉害。
两刀横斩，血花爆射，两名合气红棍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倒在了靓仔男的刀下。双方人数差距太大，陈浩南出手如此狠辣，只为能尽快解决眼前的强敌，相助同门。不远处，火柴与合气元老一中斗得火热，两人均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实力派，格斗经验难分伯仲，异常的激烈。血花飞舞，也看不清是谁身上爆出，两人均是咬紧牙关，舍命的互砍。大飞一人对敌，长乐两大天王姚天洛、八智星，一个大意，胸口连中2刀，血水爆射而出。难道今日真的是他最后一战了吗？